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3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川普签署台湾保证法，暂停审批19国移民申请。专访 FBI 局长第2集，打击外国间谍是 FBI 首要任务之一。洪福院家属心碎，香港市民继续追查真相。河南一14岁男孩疑遭活摘器官。中国名校毕业生考上公务员，拒绝离职，绝望离职。西音和拼多多卖假货，损害谁？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白宫周2宣布，川普总统已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法案正式生效。同时，白宫宣布已暂停19个非欧洲国家公民提交的移民申请。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您好。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台湾保证实施法的大致内容，还有意义，还有移民申请备忘录的情况。你好，陈月。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呢，今年5月在美国的众议院过关，11月18号呢在参议院全票通过后呢，美国白宫呢12月2号公布呢，川普总统已经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呢定期强制的审查美国对台的交往准则，并提出呢移除限制的计划。那外界分析呢，在中共党魁刚向美方重申对台立场，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台湾有事发声之际呢，川普的此举呢，应该是对北京发出了强烈的战略讯号，不要武力呢入侵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呢回应，台美关系是维持印太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将持续的深化台美各领域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呢周2表示，出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考量呢，已暂停了19个非欧洲国家的公民提交的移民申请，包括了绿卡和美国公民身份的审理。备忘录呢显示，受影响的19个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赤道几内亚、海地、伊朗、索马里和委内瑞拉等。另外呢，川普总统表示，政府呢正在计划利用贸易关税收入呢，明年发放史上最大规模的退税，甚至预测呢未来可能不需要再缴纳所得税。来看川普总统怎么说的。Next year is projected to be the largest tax refund season ever, and we're going to be giving back refunds out of the tariffs because we've taken in literally trillions of dollars, and we're going to be given a nice dividend to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o reducing debt. We, as you know, I inherited a lot of debt, but it's peanuts compared to the kind of numbers we're talking about. So we're going to be making a dividend to the people, and additionally,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duce debt. And as time goes by, over the next 2, 3, 4 years, those numbers are going to go up. And I believe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you won't even have income tax to pay. 另外呢，川普总统呢周4将和卢旺达和刚果的领导人会晤，签署和平协议，预计呢将以6月两国外长签署的和平协议以及11月商定的经济框架呢为基础。今年呢，卢旺达支持的 M23 反叛组织呢在刚果东部发动闪电战，占领了该地区最大的2个城市。那外界担忧呢恐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陈月。好的。川普总统还宣布将会对委内瑞拉贩毒集团开始进行地面打击。那么，请问张亮，目前打击毒品贩运的原则是什么？美军将如何采取地面的行动？好的，陈月。川普总统呢在周2的内阁会议中呢警告，任何制造并将毒品运往美国的国家，都可能遭到美军的打击。不仅仅是委内瑞拉，他还表示呢，听说哥伦比亚呢正在制造古柯碱，还有工厂，预计呢也会进行调查。
川普总统强调，已经在海上拦截了90%的毒品运输船。那美军呢，很快就会打击委内瑞拉境内的陆上目标。先前呢，在9月2号，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授权海军上将呢布拉德利打击一艘来自委内瑞拉疑似载运毒品的船只呢，击毙了11人。来看他们怎么说的。If they come in through a certain country or any country, or if we think they're building mills for whether it's fentanyl or cocaine, anybody that's doing that and selling it into our country is subject to attack. Not just Venezuela, no. Admiral Bradley made the correct decision to ultimately sink the boat and eliminate the threat. He sunk the boat, and eliminated the threat. And it was the right call. We have his back.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afer because narco-terrorists know you can't bring drugs through the water and eventually on land if necessar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 will eliminate that threat, and we're proud to do it. 川普总统呢还提到芬太尼，美国政府呢多次的揭露芬太尼及其前体的化学品呢主要来自中国，导致呢美国鸦片类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呢激增。另外呢，川普总统还发文说，与巴西总统卢拉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期待呢尽快与卢拉见面。双方讨论的内容呢包括贸易、两国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制裁巴西多位政要以及关税等议题。陈悦，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接受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主持人杨洁凯的专访。周二，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转发了这段视频。今天我们播出的是专访的第二部分。帕特尔在访谈中提到，打击中共等敌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是 FBI 工作的首要任务。帕特尔局长，很荣幸能邀请您参与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欢迎您光临 FBI 总部。上一任 FBI 局长曾公开表示 ，FBI 平均每10小时就会重开一宗与中共相关的反间谍调查。我很好奇，现在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是的，反间谍工作的确值得讨论，因为这是国家安全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 FBI 的首要任务。从今年初到现在 ，FBI 逮捕的在美从事活动的中共、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的间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0%。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正确实地破坏这些间谍行动，把他们踢出美国网络，将他们送上法庭，并关进监狱。这是 FBI 与司法部形成合作展现的一种强有力的公共执法行动。从控制芬太尼、反间谍到打击暴力犯罪，司法部长在所有领域都是 FBI 的杰出搭档。如果没有公开检控，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完成任务，并曝光相关讯息。我们已公开将所有这些间谍案子送入法庭。同时，我想鼓励媒体和观众深入了解这些案子。我们会将每一次的破案行动公诸于众。还有一个议题，通常被称为跨国镇压。过去，美国的执法机构，包括 FBI， 往往把这类事件视为华人社区的内部纠纷，却没能意识到这背后有外国国家机器对流亡海外人士的迫害。我想了解一下，当前 FBI 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这届 FBI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立案只是我们10个工作步骤中的第一步，而真正重要的是结案，是提出检控并破坏敌方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公开且有力的制止敌对势力的方式。我们也在这样处理跨国镇压案件，无论这些势力来自中共、伊朗还是俄罗斯当局。我们看到，这些敌对势力在干扰我们的反间谍及反跨国镇压行动。他们与一些美国在职官员合作，其中包括军方、情报界和智库人士。我们正在逮捕这些人，公开曝光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绳之以法。FBI 今年已逮捕了数十名身居公职却在与中共当局合作的人，他们向中方出售白皮书。我们也抓捕了与俄罗斯、伊朗当局做同样事的人。FBI 正在保障美国的利益，不仅在这些领域，也包括农业领域。就在本周，我们阻止了一名中国人
他试图把大肠杆菌带进美国。我们之前也在密西根州有过类似行动，当时有人企图将真菌带进美国，并通过一名在密西根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员，试图改造我们的农业种子。这些都是实际成果，比只不断立案要有效得多。这让我不禁好奇，你们在幕后还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工作？ Well, I think, yes, there's some work we can't talk about. 确实，对于有些工作我们不能公开谈论，但有一点，没人能质疑这届 FBI 的透明度。我们公开的资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每一宗案子、每一次逮捕和破案行动中，我们都通过媒体、社群和其他访谈形式，最大限度地公开案情。当然，这离不开白宫与司法部卓越领袖的支持。不仅如此，这届 FBI 与国会的合作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实，我以前从没公开谈过这一点。FBI 历来都是在私下展开调查，而现在我们正在尝试一种新模式，在保持必要的调查保密性的同时，尽可能向公众提供资讯。拉丁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的计票，两位候选人都曾经说过会考虑和台湾恢复邦交，并与委内瑞拉断交。选情现在陷入焦灼，得票率第一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不到1%，官方的计票系统还出现了故障。洪都拉斯举行总统大选，开票进入第3天时间，目前已经开出70%的选票。其中的执政党候选人蒙卡达得票率只有19%，几乎笃定落选。而在野的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以及国家党的阿斯夫拉，两人都有将近40%的选票，差距不到1%，陷入焦灼。而就在这紧张时刻，官方的选举委员会表示，计票系统出现问题，目前正以人工的方式计算选票，导致开票时间又进一步延后。Pedimos calma a los actores políticos y mediáticos. Entendemos el deseo de tener resultados definitivos, resulta comprensible, pero eso no puede obstaculizar nuestra tarea. 美国总统川普在这次选举中表态支持目前位居第2的阿斯夫拉，并发文说，洪都拉斯看起来正在试图篡改选举结果，如果得逞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川普还宣布特赦洪都拉斯的保守派前总统叶南德兹，他与国家党的阿斯夫拉同党，并曾因为贩毒等罪名被引渡到美国关押，去年被法院判刑45年。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霖、李义宏整理报道。美国对南美贩毒集团的打击行动正在升级。稍早，美国政府建议避免进入委内瑞拉领空后，川普总统表示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地面行动。美国会实施大规模登陆或地面打击吗？本台记者采访了美国陆军退役中校、前黑鹰直升机指挥官、地缘政治策略专家达林高布，来看他的分析。Darren, as alwa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达 joining 林， us. Now, 欢迎 with 您。 the focus on Venezuela, 说到委内瑞拉，川普总统说，下一步可能采取地面行动，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马杜罗的最终去向。我们收到初步情报。他已经离开或可能很快离开，还有待证实。但我认为，如果国会批准对委内瑞拉开战，初期更可能是空中行动，摧毁一些我们知道正被用来攻击美国和整个西半球的关键目标。我们会持续观察，但我认为不会有大规模的滩头登陆或地面攻击。随着白宫证实9月份对运毒船进行了打击，外界对这些打击的关注越来越多。一些人担心美国会卷入另一场战争，这种担忧是否合理呢？或者考虑到毒品对美国的破坏，这其实是恰当的应对。想想美国派出大型舰队占领委内瑞拉之类的场景，那确实值得担忧。我认为没有多少人会支持，但现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处于战争状态，来自毒品恐怖分子、毒品国家的战争。
委内瑞拉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国家把美国作为明确目标，同时在整个南美扩张影响力，试图控制巴拿马。他们的幕后黑手是中共、伊朗、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真主党等等。所有这些组织都会合作，因为他们知道最终目标是美国。您刚刚提到中共，中共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没有马杜罗的委内瑞拉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首先，中共会把这看成一个必要的契机，看看谁能接替马杜罗。除非我们能有效影响委内瑞拉，让他再一次选出一位好的、正面的领导人。当然，这是委内瑞拉人民自己的选择。中共把委内瑞拉看作他在南美施加影响的立足点，要么失去，要么从头再来，试图和其他人合作以维持相同的局面。推翻马杜罗的风险在于会不会选出另一个和他一样的人。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香港鸿福苑大火1周之后，当局今天开放唯一未受波及的大楼住户可以返家取物。目前，鸿福苑的灾民暂时被安置在庇护中心，灾后现场仍有人员持续在焦黑废墟中搜寻遗体。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59人，还有至少31人失联。香港市民要求还原真相，为受害者伸张正义。香港鸿福苑大火1周之后，当局在周3开放唯一未受波及的宏志阁大楼居民在这2天返家取回重要物品。目前灾民被安置在临时庇护中心或过渡性房屋，由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生活用品。这场造成至少159人罹难的大火发生于11月26号。当天，一名71岁的退休男子惊恐地赶回家，呼喊受困火场的妻子。他在下午3点半接到妻子的最后一通电话，妻子表示很不舒服，之后就失去联络。这名老翁退休前是建筑维修工头，他在火场外痛哭的身影被外媒拍下，迅速在网络疯传。当天他在现场坐了好几个小時，親眼看着火勢吞噬家園，妻子至今仍下落不明。佢知道其實佢過去呢幾年，佢由個大廈維修呢件事去討論開始，去到今日，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去困擾住佢，而去可能去到最後變咗咁嘅結果，其實佢都好似到80歲。呢個情緒嘅累積唔係並不是係單1-2日即係淨係呢個事件而成，而係咁多年以嚟佢面對，即係佢知道有呢個可能有呢個危機，但係佢可能去到最後，佢無論做啲乜嘢，佢都改變唔到。在鴻福苑周邊，民眾持續獻上鮮花、貢品悼念。警方辨識小組也在焦黑的建築殘骸中搜尋。當局表示，在受災最嚴重的區域，遺體搜尋可能需要數週時間。Catastrophe that nobody wanted to happen, and i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if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really strictly executed and regulated, basically. 尽管港府试图就工程可能涉及的弊案展开调查，以平息民怨，但同时也进一步压制公民社会。连立场亲共的大公报28号也刊出揭开维修棚架背后重重黑幕的调查报道，揭露屋苑维修费、围标合谋、利益输送等问题，但却不到1天就被撤下，大幅修改。Justice and really justice for the victims, and I think the entir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would love to have the truth and the justice to be told. 新唐人台电视叶恩杰综合报道。河南一名14岁男孩在意外坠楼后送医抢救，20天后被宣告死亡。男孩死亡的前一天，在医院的要求下，家属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孩子的母亲表示，孩子在推进器官移植手术室之前，手还是热的，怀疑孩子是被活摘器官。此事在网上引发质疑。根据大陆大河报11月29日报道，河南济源的刘女士表示，她14岁的儿子倪海超在11月1日去世，儿子的肝脏、肾脏、肺脏和眼角膜被移植给了6位患者，救了6个人。
报道中提到，10月31日下午，医生说孩子颅内已经没有反应，劝刘女士签下器官捐献协议后，刘女士进到 ICU 看孩子最后一眼，她发现孩子全身冰凉。但是第二天凌晨，医院打电话来说孩子快不行了，刘女士赶到医院去，医生正准备送孩子去手术室摘取器官，她摸了摸孩子，却发现孩子的手是热乎的。孩子前一天还全身冰凉，怎么早上就热了？大陆私营业者荣先生告诉新唐人，这件事情是挺让人怀疑的。器官移植在中国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中国是移植大国，这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他就是把你的那个器官摘了之后，哪个领导需要就往哪个领导身上去更换这个零件的。通过这个器官这些零件的更换，他们要活150嘛。一句话，这个太邪恶了，这个政权邪恶。大陆传媒业者龙先生表示，中共已经不把老百姓当人了，活摘器官已经有20多年了，失踪人口超过100万，这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种警示，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孩子什么看病到医院一定要有人陪同啊！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另一个孩子什么也不要治，直接拉回家去，这种状况往往能救孩子的命。龙先生认为，中共的大数据和摄像头能够监控所有人的行踪，所有人都是裸奔，从2、3岁的婴儿到17、18岁的学生都处在危险之中，甚至有的学校、地方组织和医疗系统组成一个产业链，就是盗卖器官。有些没有良知的人，他知道这个发财之路以后，他自己就组织非法的机构，甚至注册，他和这个医院的医生和医疗组织勾结，他能够绑架、盗卖器官。龙先生表示，这是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这种犯罪已经形成很大的利益链、很大的产业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中原、李珊珊、周天采访报道。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发生随机杀人事件，网上传出通榆县警方2号发出通报，称松原市发生恶性案件，要求协查。网传凶犯在抢劫伤人之后开始到处流窜，随机杀人导致9人死亡，但警方不愿说明案情。截至2号晚间，嫌犯还没有落网。中共官方截至到今没有公开发布相关通报。中国经济萧条，公务员考试挤破头，许多985和211名校的毕业生考上公务员，但由于体制内缩编降薪，工作量又大，高才低就，无法发挥所长，让他们感到绝望后而离职。还有央国企员工也是同样的原因选择离职。河南励志公务员王月是211大学理工科毕业，由于不想离乡背井上班，考上家乡的基层公务员，月薪只有3、4千元。王月透露，这2年绩效奖金等福利待遇降低，部分公务员因此而离职。公务员干了5年半，选择辞职，在体制内干得太绝望了。我一个人大概干4个人的活吧，看不到希望，责任心越强，你干的活越多，挨骂越多，就是憋屈，就慢慢的越来越沉默寡言。体制内离职的这几年多一些。本硕都是985名校毕业的李先生考上省厅公务员，上班没多久就离职了。李先生表示，中国经济萧条，考公盛行，但体制内缩编降薪，压力变大了。后来他选择到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上到处级领导，下到普通的公务员，眼里就2个字：迷茫。辞职是因为他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给不了我内心的宁静，也没办法让我的所学所长全部发挥出来。也因为自己太年轻了，不愿意从20多岁开始就出卖给组织，出卖给体制。2年前大学毕业的河北杜女士，透过内推进入央企国家电网工作，月薪3000，离职原因是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因为给不了我想要的，所以我辞。我身体吃不消，每天都加班，常出差的话每天都10几个小时，有时候是20个小时。那上大学出来没什么用，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是，除非是说你家里边有人能扶你一把，是不是这专业无所谓，直接递一个简历直接进去。985名校毕业的小刘进入央企10多年，目前是部门主管，经过多次降薪，从月薪过万降到3000，想离职，但又担心年纪大找不到工作。国企央企设置的岗位很少，大部分都是通过内推的，说白了就是靠关系啊。我的工作比较清闲一点，每个月3000块钱，我们是5线小城市，房价才5100、5200一平，公积金每个月双边3000，都还够了。明年随着工资变动，公积金估计又该往下调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斌、伯尼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中国公民简云清因走私生物病原体已被驱逐出境，返回中国。另一名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工程师龚晨光因窃取高度敏感机密，被判处46个月监禁。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迪诺推文说，中国公民简云清承认走私危险生物病原体入境，并向联邦调查局探员撒谎，目前已被驱逐出境。简云清曾和男友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刘尊勇共谋，把植物病原体真菌合谷镰刀菌走私到美国。除了简云清，推文还列出其他3人的判决结果，其中拥有中美双重国籍的华人工程师龚晨光，因为替中共窃取美国政府尖端科技，被判46个月监禁。邦吉诺推文说，这些机密包括数千份文件和蓝图，涉及美国政府为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使美国战斗机能够规避红外线制导导弹而开发的尖端技术。本案旨在警示世人，任何企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人都将面临严重惩罚。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周一致信司法部长邦迪，要求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调查线上零售商西音和拼多多海外版，指控这2家公司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并销售假冒商品。这2个电商平台的大部分商品都是来自中国。同时，德州也在调查西音是否违反了该州法律。西音和拼多多贩卖假货，损害的到底是谁？面对廉价商品的诱惑，我们华人消费者应该如何把握和理性的消费？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欢迎您。谢谢陈悦，你好。您好。西音和拼多多都是以销售廉价商品而闻名，比如说一件衬衫才需要20美元，一个鞋帽或者是包包的配饰才只需要10美元。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假冒伪劣的商品，拼多多几乎每年都在美国的假货名单上。那么想请问您，就是这样的公司是如何能够进入美国的市场，又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好的，这2个公司啊，实际上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商品呢都是非常的廉价，它打的就是价格上的这个优势。无论是这个 Shein 还是这个 Temu，Temu 呢，当然它的母公司是拼多多，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卖到海外的商品，包括国内的商品，实际上呢，大多数啊都是质量比较差。然后呢，它打的就是非常低廉的这个价格，所以呢，在很多的消费者啊，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这个海外的，包括在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呢，一看呢，价格呢都是就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正是因为靠价格的优势啊，它很快呢进入到了美国的这个市场，所以呢，这个才使得啊，像拼多多呢。能够最后变成一个崛起的一个商标，然后很快呢就变成了一个上市公司。但是这里头呢，它的这个经营模式当中有很多的是外人呢所不知道的。那比如说供应商，它的所有的供应商几乎全是小的这个生产企业，而且呢这些企业多数都是没有办法自己开发市场，打出自己的自有品牌。绝大多数都是要去 copy 别人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把质量呢降到能够降到的最低的限度，所以才使得它的成本降得非常的低，然后呢卖到市场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它的商品呢这些劣质的或者是这个造假的这种商品呢，才能够充斥世界这个市场。那就是因为他们的成本非常低，所以目前这2家公司还被指控盗窃知识产权和销售不安全的产品等。那您觉得美国应该如何来应对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和安全？你想啊，这个像Shein呢是一个快时尚的这个商品，它卖的衣服啊什么的，尤其是女装，
它呢就是什么呀？靠设计非常好，然后打板就是卖出来第一批一上来呢就是100件的生产量，然后呢如果销的还好，那它再上1000件，用这种方式呢来做，但是还是拼的什么呀？拼的是低成本。那抖音呢？不是那个 Temu 呢，那就更是要压低成本，所以它的很多商品呢，这个才几块钱。在原来啊，这个美国没有这个限制800元以下的小商品，这个输入美国不用纳税，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但是从川普总统呢规定了这个800块钱，这个不上税的、不上关税的这个策略呢，被取消了以后，现在呢成本已经加了很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这个就很多的劣质商品就进来了。那这时候怎么保护自己呢？怎么保护这个消费者呢？美国政府啊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另外呢，要使得这2家公司对他们的产品呢要负责任。那一旦查出来任何的说这个盗窃知识产权或者是劣质商品，比如说这个油漆呢，这个没有经过检验，或者这油漆呢，这个是用的有含铅的，重罚。一旦加大了他们的这个经营的成本和它造假的成本以后啊，我相信呢，这个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啊会加强很多。那面对网络上现在这些廉价而又没有安全保证的这些商品，就是对于我们华人的消费者，针对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样把握和理性的消费？在这方面，您可以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吗？没有什么一些，只有一个建议，就是不买。我过去也曾经买过，我买过一双鞋，因为太便宜了，顶不住诱惑。买了那双鞋了以后，后来没法穿。拿来以后真便宜，但是确实没法穿，特别软那个底儿，所以呢，你穿了以后它也不跟脚，最后你说就只能扔了，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一个浪费。所以我建议这个大家呢不要买便宜货，还是买正经的品牌的货，因为这样的话啊，实际上使得你呢别看小钱浪费了，但是最终还是对你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好的，非常感谢您非常中肯的建议。那么也谢谢您来加入我们的连线，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英国政府再次延后批准中共建造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将决定期限延至到明年的1月20号。这是英国第3次延后批准。英国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担心，新的大使馆可能会被中共作为间谍活动基地。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发言人表示，由于特殊安全影响，需要更多时间审议这项申请。斯塔默周一明确表示，中共存在国安威胁。A country that poses real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Kingdom. 斯塔默强调，先谈国安，再谈合作。Protecting our security is non-negotiable, our first duty. But by taking tough steps to keep us secure, we enable ourselves to cooperate in other areas. 同时，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执行长裴伦德敦促政府直接拒绝这个灾难性提议，让居民和异议人士摆脱痛苦，否则就面对司法审查。由于遭到当地居民、国会议员和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的反对，北京计划在伦敦塔附近建造新大使馆的计划已停滞3年。人们担心新大使馆可能被用作间谍活动基地，而且地点靠近地下铺设的战略性光纤电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中共升高区域紧张，世界多国以行动支持台海自由航行。台湾国安局长蔡明言今天在立法院备询时证实，今年累计有8个国家的军舰通过台海，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英国、法国，还有越南。中共在台海制造紧张，国际社会以军舰通过台海彰显航行国际公海的权利。日前，纽西兰军舰通过台海，竟遭共军跟街模拟攻击。今年有8个国家跟12次的通过台海活动，那代表这些国际友盟并没有因为中共的相关逢舰必跟的动作而有所退却，那持续的表达他们对于台海和稳的重视。而中共因为台海议题与日本紧张情势升温，
传出中共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发动联合军演，国安局揭示中共软硬两手，一面操控风险，一面将演训包装为针对性军演。中共在加压过程当中，它还是保留了对日本沟通的管道，所以可见它还是有在做某种程度的风险控管，避免情势失控或升温。每年大概在10月到12月的阶段，就是它年度的考核的一个演训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季节哦，所以中共只要把它例行性的做个组合，再给个特定的演习科目的话，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对台针对性的演习。国安局也证实，目前有4个共建编队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安局将密注动态，必要时与国际交流情资。新唐人亚特电视黄亮姐、刘姿莹，台湾特别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乌俄协议取得某些进展，无期限资助不现实。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国为乌克兰制定的安全保障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他同时强调，无限期为战争提供资金不切实际，也不可持续。What they're literally fighting over now is about 30 to 50 kilometer space in the 20% of the Donetsk region that remains. And so what we have tried to do, and I think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s figure out what can the Ukrainians live with that gives them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the future, they're never going to be invaded again, allows them not just to rebuild their economy, but to prosper as a country, be a country that has an economy that grows theoretically,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n 10 years, Ukraine's GDP could be larger than Russia's. 国务卿卢比奥阐述了美国为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确保乌克兰长期安全和经济复苏。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not up to us. It's not our war. We're not fighting it. They're not American soldiers. It's on another continent. We are engaged because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can. European countries, there's no one else in the world that can do this. The Chinese can't do it. The only leader in the world that can talk to both sides and make a deal of a deal as possible is President Trump.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表示，普京总统接受了部分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美国提案。俄罗斯准备与美国谈判代表将继续会晤。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文、赵嘉林综合报道。美国积极协调俄乌和平协议。周二，美方派出特使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讨论和平计划。双方会谈接近5个小时，不过仍没有对乌克兰和平前景达成共识。Не дальше это точно. Не дальше это точн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работа. Как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так и в Москве.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与他的女婿库许纳2号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厄夏科夫表示，双方讨论了美国的乌克兰和平计划草案核心内容。他表示，俄方同意部分内容，但也有部分难以苟同。厄夏科夫也表示，双方还没有讨论任何具体提议。会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德米崔耶夫在 S 平台发文，宣称讨论有成效，并配上象征和平的橄榄枝与鸽子图案。Putin, I mean, now he's thinking how to find new reasons not to finish this war, and we count on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 think so. They are a very strong country, and they said that we have to work on this plan, and they will pressure on both sides. 而普丁将从周4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推动更多俄罗斯石油、导弹系统和战机销售。俄罗斯国防部长贝洛索夫以及工商界代表团将同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希望与印度建立深厚关系，就像与中共的无限友谊一样。不过，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回应，印度这次并不会与普丁谈到俄印中3方关系。新唐亚太电视曾义豪、陈志玲综合报道。
周三，韩国总统李在明赞扬川普，并希望美国能恢复与朝韩的通话，打破朝韩僵局。 저는 트럼프 대통령과 대화할 때 상당히 흥미롭고 재밌다는 생각을 했습니다. 李在明周三称赞川普不仅亲和力十足，而且尊重对手，是谈判高手。 현실주의자이고 실용주의자이고 또 협상의 또 딜의 대가이기도 하고 또 한편으로 상대를 존중하기도 하는 것 같습니다. 李在明还表示，朝鲜切断了南北沟通管道，包括紧急热线。 他希望川普协助恢复朝韩对话，考虑延后暂停举行韩美联合军演。他在回应日中关系紧张时表态中立，不会为任何一方站队。 한쪽 편을 들기보다는 모두가 함께 공존할 수 있는 길이 무엇인지를 찾도록 하고 또 가능한 영역이 있다면 우리로서도 事实上，李在明正在计划最早今年访问中国，明年1月访问日本，深化韩国与双方的关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支持川普账户儿童计划，戴尔夫妇捐款62.5亿美元。关系到你人生的秀。 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美国知名科技公司戴尔科技的创始人兼执行长迈克尔·戴尔和妻子苏珊·戴尔。 周三宣布捐赠62.5亿美元，将为10岁以下符合条件的2500万美国儿童提供川普账户种子资金。预计全美近80%10岁以下的儿童将会受益。川普总统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慷慨的善举之一。 In honor of America's 250th anniversary, the Dells are announcing today that they are giving 25 million American children $250 each to save and to invest in their personal Trump account. 戴尔科技公司执行长迈克·戴尔说，捐赠是受7月份通过的投资美国法案的启发。This act has created a platform for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communities and companies and philanthropists to contribute to these accounts to create a savings and opportunity and hope and prosperity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in this country. 他表示，其他富裕的美国人也会很快跟进。We are confident that others will join us because we all understand the incredible impact that a gift like this can have on the lives of young Americans. When children have a future that they can see is worth saving for, then that will help build hope and opportunity and prosperity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对冲基金经理布拉德·格斯特纳创办的 Invest America 慈善基金会协助财政部推出川普账户。But I think what this is going to unlock is the power of families. Moms and dads Venmoing and Apple Paying and $5, $10, right? In getting these kids into the game. 根据投资美国法案，持有涉案号且未满18岁的儿童，从2026年7月起可开设由联邦政府监管的储蓄和投资账户。今年出生的美国儿童，联邦政府会自动为其存入1000美元。此外，家庭每年可存入不超过5000美元，雇主每年存入不超过2500美元。但慈善机构或政府捐款没有上限。孩子满18岁后，可按合法用途提取资金，支付学费、购房或创业。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更多人为未来储蓄有助于稳定。People who have a stake in the system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vested in the system, they do not want to bring down the system. They want to make it better. Americans are the most generous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the Trump accounts will provide a vehicle
for philanthropists such as Michael and Susan and many more to contribute. 川普账户也在吸引跨党派者支持。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科瑞布克敦促财富美国100强企业捐款到新账户，拓展这项计划。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丹尼尔·莫纳汉，美国华府报道。台湾周三公布最新资讯安全检测结果，点名中国 App、抖音、小红书、微博、微信以及百度云盘等5款应用程式存在资安风险。数位发展部长表示，这几款 App 存有搜集敏感性资讯、读取储存空间、逾越使用权、掌握生物特征、截取系统资讯、数据回传与分享等6大高风险行为。一旦民众授权 App 读取储存空间，手机内的敏感资料，包括定位、通讯录、信用卡号等，都可能被外泄、被盗刷或未经授权利用。下面请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空中客车公司周三将2025年客机的交机目标从820架下调到约790架，原因是该公司的 A320 客机机身面板出现质量问题。投行杰弗瑞的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飞机发动机供应短缺会造成额外延迟。美银美林的最新报告指出，当前的人工智能科技股涨势并非传统估值范围内的正常上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超级泡沫。这波涨势和历史中出现的泡沫高度相似，显示市场在重复网络科技投资泡沫。2026年泡沫将进入审判期。周三油价小幅上涨，布兰特原油上涨 0.4%， 报每桶 62.7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上涨 0.53%， 报每桶 58.95美元。而之前一个交易日，2款原油都有超过 1% 的跌幅。原油市场正密切关注俄乌谈判结果，但对原油的提振效果有限。市场调研机构 John Paddy Research 公布第3季的 GPU 市占率报告，整体 GPU 销量为1200万片，季比上升 2.8%， 其中英伟达市占率为 92%， 排名第1，但比上季减少 2% 左右。Intel GPU 市占率增长 1%， Intel 和 AMD 吃掉了部分英伟达市占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智、池晓综合报道。感恩节大餐之后，美国民众全力投入购物狂欢。从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过去5天，全美的在线零售额高达442亿美元，远超预期。下面来看记者李佳音的报道。年底第一波购物狂欢随着网络星期一的结束落下帷幕，消费者们是火力全开，扫货热情高涨。Adobe 公司的数据显示，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5天内，美国线上消费额同比增长了 7.7%， 总额高达442亿美元。黑五当天的线上消费额创下118亿美元新纪录，而网络星期一当天消费额高达142亿。It's that tradition where you really do get to kick off the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当然，传统的逛街式进店购物也是人潮汹涌，不止在奥特莱斯和商场内，沃尔玛、塔吉特等零售商也祭出了诱人折扣，从食物、家居用品到电子设备，应有尽有。One big increase for growth this year that we're seeing is an increase in usage of buy now, pay later. They're looking to figure out ways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money and stretch it. 在网络星期一，先买后付的金额创历史新高，线上消费额达到1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2%。假日季购物的第一炮已经打响，但有专家担忧，后劲是否足够，犹未可知。This is unlike any other Black Friday weekend in that we had these pronounced tariffs imposed upon these brands and vendors. My concern is what happens after this. 无论如何，货比三家，理性消费吧，要在钱包承受范围内手速下单。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播。广告之后，您将看到首尔冬季庆典即将开幕，打造梦幻城市盛会。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
9蒸9铺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进入12月，韩国正式迎来1年当中的规模最大的首尔冬季庆典。去年共有540万名市民和海外游客参与，今年的盛典又将呈现怎样的冬季盛景？一起来了解一下。韩国规模最大的冬季节日庆典2025首尔冬季庆典将从12月12日起，一直到2026年1月4日，在光化门广场、清溪川首尔广场、DDP、普辛阁以及牛耳川等主要地点举行，为期24天。12日晚上，开幕式上，光影奇幻大巡游将率先在光化门广场登场。来自韩国与世界各地的表演团队将带来多种形式的艺术演出，为冬季庆典点亮序幕。 올해의 컨셉은 판타지아 서울로 매일매일이 축제이자 국내외 시민들이 찾아가고 싶은 환상적인 윈터 페스티벌을 만든 곳이 庆典期间，光化门广场将摇身一变，成为超大型光之画布。现场不仅再现欧洲圣诞市集的氛围，还将设置圣诞树与旋转木马，让游客重拾童心。岁末跨年，普辛阁的除夕之钟敲钟活动依旧是冬季庆典的亮点之一。随着象征新年来临的33声钟响，市民们将共同迎接崭新的2026年。 개장식, 또 성탄절, 송년 제야 등 주요 일정에 맞춰서 피겨 공연, 또 디제잉 파티 등 이벤트가 개최되고 지역 특산품을 연기한 소로 장터를 운영하여 지역 상생을 도모하고 방문객의 만족도를 높일 예정에 있습니다. 在整个24天的庆典期间，首尔多地还将推出各类艺术展演与主题活动。更多详细资讯，民众可以透过庆典官方网站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燕、朴炳元，韩国首尔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